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从医院赶到庆功会门口，就听到同事们在起哄。透过门缝看去，我的女友兼老板正在跟男下属秦州当众接吻。陆雪两颊酡红的靠在秦州怀里，秦州柔声问他：“总裁，都说齐经理暗恋你，那你是喜欢他还是喜欢我？”齐浩不过是个跑业务的小员工，阿周若不喜欢，开了他就是。里面再次响起一阵激动的起哄声，我的心宛若被针刺痛，一时间有些难以呼吸。我陪伴陆雪整整10年，陪她白手起家，打拼到今天。她让我隐瞒恋情，等公司上市就答应嫁给我，跟我结婚生孩子。于是我拼了命的跑业务，终于帮公司成功上市。就连上市庆功宴这天，我都还在陪客户喝酒，喝到胃出血，被送到医院抢救。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去庆功会。我满心欢喜，带着早就准备好的求婚钻戒前去向我的女孩求婚，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她一句讥讽。她不过只是个跑业务的小员工。其他同事跟着笑话我，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一个臭打工的还敢对年轻漂亮的女总裁有非分之想。全公司跟女总裁最配的就是人事部年轻帅气的小助理秦州。陆雪始终没有维护过我半句，我心如刀绞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推门而入。嘈杂的议论声戛然而止，秦州贴着陆雪脖颈上吹热气，看到我进来，语气含着一丝挑衅：“齐经理，刚才总裁说不喜欢你，你就别痴心妄想了。”陆雪向来洁癖，却纵容他满口酒气贴着他的脸，哪怕见我进来，依旧毫不避讳地靠在他怀里，丝毫不怕我会误会。为什么迟到？公司通知你看不到？陆雪冷淡地质问我，充满老板对下属的压迫感。其他同事都幸灾乐祸地看我，我的手心几乎攥出血来，强忍着酸涩的泪意，沉声道：“总裁，庆功会前我说过我有合作要谈，倒是你跟男下属当众搂搂抱抱，合适吗？”所有人都惊得倒抽凉气，没想到我胆大到敢应刚老板。陆雪的脸色瞬间沉下来，那是她发怒前的征兆。这时秦州忽然走上前，猛地给了我一巴掌，盛气凌人道：“老板的事轮得到你这小员工说3道4吗？”全场吓得不敢发出半点声音。我被打得踉跄几步，反应过来，抬手就要打回去。陆雪竟走过来，一把将我甩开，我的脚被一脚绊倒，整个人摔了出去，撞翻酒柜，摔在锋利的玻璃碎片上，扎得满手是血。口袋里的钻戒正好滚到了陆雪的脚边。陆雪脸色微微一怔，却很快恢复冷漠，没有再多看一眼钻戒。秦州表情更加得意，居高临下地训斥我：“像你这种分不清大小的员工，还敢动手打我？我可是被陆总裁看中，他未来的男朋友。”我本就疼得脸色惨白，听到这句话，更是难以置信地瞪着陆雪。他说的是真的？陆雪声音冷了几分：“齐经理，你还无权过问我的私事。”我的心瞬间被巨锤重击，一种苦涩绝望的感觉席卷胸腔。10年青春，10年心血，却无权过问他的私事。呵呵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下来，又哭又笑。全场人都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，秦州却不屑地翻了个白眼，搂着陆雪的肩膀宣示主权：“总裁，你看他那副模样，跟鬼似的，真瘆人，不如把他开了。”不等陆雪回应，我哑声道：“不用。”我主动辞职。我从玻璃碎片上缓缓起身，满身的狼狈，
却无一人来扶我。陆雪凝眉，看我的眼神更加厌恶，做出这副模样给谁看？辞职是吧？你别后悔。我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大门，声音低沉决绝。我齐浩做决定，从不后悔。关上门的刹那，我听到椅子被踹翻的动静。陆雪生气了，她向来不喜欢被人威胁，可这次我是认真的。离开庆功会后，我直接线上提交了离职，接着打车回公司收拾东西。公司空荡荡的，灯也没开，所有员工都去参加庆功会了。我看着里面的每一样东西，从公司选址到办公物品的采购，甚至到装修风格，都记录着我跟陆雪的点点滴滴。当初陆雪刚创业时，只有10平方的房间，我跟她2个人，我们互相鼓励。她在公司对接，我负责跑业务，硬是用2个人创造出了10个人的效益。后来公司赚到钱，我们开始雇员工。那时我天真的以为我是在为我们2个美好的未来而努力，可如今公司终于上市了，美好的幻想也彻底破碎。我默默收拾我的个人物品，心痛得难以自洽。10年，整整10年，我为公司，为陆雪付出了我的心血，我的所有，现在换来的却是扫地出门的结果。我不甘心，凭什么我的青春和心血要白白地送给陆雪和秦州？我这10年又算什么？我越想越难以接受，擦干泪水，把东西扔在原处，直接打车回家。我跟陆雪同居多年，早已形同夫妻，既然要分手，我必须要让他给我个明确的交代。到了家门口，我用指纹识别门锁，推门进去，可下一秒，整个人就僵在了当场。陆雪靠躺在沙发上，搂着秦州吻得沉醉而忘我，就连眼角都不经意间泛起了情动的红晕。被开门声打断，秦州抬起头，认出我时，表情震惊。齐浩，你怎么跟狗皮膏药似的，死缠着总裁不放？滚，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告你私闯民宅，让你蹲监狱。我看着他这副兴师问罪的模样，好像他才是这个家的男主人。或许是失望到极致，我反倒没了愤怒。我语气淡淡地道：秦州，在我没搬出去前，你还没权利让我走。现在我有事要跟陆雪说。然而秦州却没听懂我话里的意思，冷笑起来：陆总裁，你听啊，齐浩把你家当成自己家了，真是脸都不要了。齐浩，你撒泡尿照照镜子，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。陆雪靠在沙发上，玩弄着秦州修长的手指，任由他对我辱骂。我终于意识到，他不打算为我的身份做介绍。我开口打断秦州：需要我报警证明吗？秦州看我冷静的态度，联想到我轻松开门，有些狐疑地看向陆雪。陆雪脸上有些烦躁：齐浩，你究竟想要怎么样？我看着他脸上难掩的不耐烦，心更加冷了。陆雪，我陪了你10年，帮你公司成功上市，就算是分手，难道你不该跟我好好说清楚吗？陆雪眉头皱起来，声音沉冷：齐浩，你是个男人，有些话就算我不明说，你心里也该有数。恋爱10年，我都不嫌弃你浪费我的青春，你就别纠缠不休了。至于公司，当初创立之初，我陆雪就是唯一的老板，你不过就是我手底下的员工，哪个月的工资和提成，我少发你了。听着陆雪凉薄的话语，我愣住了。直到此时此刻，我才发现，这些年来，我就像个小丑。我以为自己这么努力，是为了爱情，在陆雪眼里，我不过是个给他打工卖命的员工。一时间，我竟无话可说。陆雪见我不说话，继续冷声道：我说过，你敢提离职，就不要说后悔。
我会让财务打一笔裁员补偿款，我们好聚好散。秦州总算看明白我跟陆雪的关系，脸上更加得意，忍不住讥讽道：齐浩，就算你跟了总裁10年又怎么样？最后什么都不是。现在陆总裁心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你啊，就别死皮赖脸待在这了，影响我们的兴致。这时，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心里竟然有些如释重负。也好，那就好聚好散吧。我转身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补充一句：安全措施在柜子2层。完事记得把我指纹删一下。关上门的瞬间，陆雪不悦的骂声传出来：滚！离开陆雪家后，我茫然地走在大街上，身边人来人往，却不知哪里才是我的方向和归宿。10年来的点点滴滴不断浮现在我脑海。我初次见到陆雪，在大学报到那天，她穿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，纯洁和优雅，在人群中白得发光。学院里不少男生都讨论她，说她叫陆雪。再次见到她，她却头发凌乱，满身是伤，躲在黑暗的草丛里哭泣。我连忙带她去医院，路上才知道她被霸凌了。学校有个高富帅看上陆雪，想追求她，被她拒绝后恼羞成怒，就叫人教训她。那时我年轻气盛，去找那男的理论，让他不要再找陆雪的麻烦。我也喜欢陆雪，你有本事就冲着我来。没想到那男的竟真的不再纠缠陆雪。从那以后，陆雪开始主动跟我亲近，经常拉着我去看电影，还偷偷亲我。我们恋爱了，大学4年非常甜蜜。临近毕业分手季，陆雪告诉我，她要创业，她不想做底层人，她想出人头地，成为有钱人，做个有价值的女性。于是我跟着她开始创业。我们为了攒创业基金，住过地下室，跑过外卖，发过传单。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一起分吃泡面，在水龙头喝水。她心疼我为她吃这些苦，每次都会躺在我怀里承诺一定会嫁给我。我经常畅想公司上市那天，她答应我的求婚。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当初那份真挚的爱早就被消磨殆尽。我们长跑10年的爱情终究画上了句号。从天黑走到天亮，我的眼泪流干了，爱情也彻底死去了。我努力振作精神，重新租了个公寓。我每天都在买，还养了只小猫作伴。我的兄弟楚萧听说我跟陆雪分手，连忙来安慰我。他以为我会一蹶不振，可没想到我的精神状态反倒比之前还要好。见我没事，兄弟又主动邀请我一起创业，我毫不犹豫答应了。这10年来，虽然付出了时间，献祭了爱情，可我换来了丰厚的工作经验。兄弟的创业条件比陆雪起步要好得多。我每天沉浸在工作里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这段时间，除了陆雪通过离职审批的消息，她再没有联系我。就在我以为生活要进入正轨时，陆雪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：浩哥，你回公司一趟吧，之前公司跟上云集团的合作是你负责的，现在合作到期，对方听说你不在，不打算续约了。我听着觉得好笑，我已经离职2个月了，你们公司的事自己内部处理。就在我准备挂电话时，陆雪的声音从那头响起：齐浩，我不想听任何理由，马上回来，把续约搞定。陆雪理所当然的使唤，更让我觉得可笑了。她是舔着哪门子的脸要求我做事的？齐浩，说话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是你故意在里面捣乱。我跟你已经分手了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引起我的注意，我都不可能跟你复合。听到这，我这才算明白陆雪的底气来自哪儿。她竟然还以为我对她念念不忘，就连上云不跟她续约，
也以为是我撺掇的。陆总裁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，你不过来也可以。明晚8点，富豪酒店，你把上云的方董约出来，我亲自跟他谈。另外，该送的礼，你提前安排好，回头去找财务报。不是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陆雪就挂断了。我盯着手机愣了好几秒，怎么都没想到陆雪现在会变得这么膨胀。不是，她凭什么以为分手2个月，我还在原地等她？就在这时，兄弟楚萧给我打来了电话：老齐，明晚在富豪酒店开个包间，我介绍几个客户跟你认识。巧了，竟然也在富豪酒店。陆雪的命令我不听，可兄弟组的局我当然要去了。第2天晚上，我收拾一番，前去赴约。就在我走进酒店大门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惊呼：齐浩，真的是你这个窝囊废啊！昨天电话说的那么厉害，我还以为你有种，不帮公司续约呢，没想到你还是对陆总裁念念不忘。你怎么这么贱啊？秦州穿着黑色西装，看起来人模狗样，朝我走过来，他满脸鄙夷。你该不会以为你帮了陆总裁，这次他就会跟你和好吧？你可是别做美梦了，我已经被陆总裁任命为人事部主管，她已经是我女朋友了。哦，对了，陆总裁加你那些东西，我都扔进垃圾桶了，你该不会生气吧？看他这副浮夸炫耀的表现，我心里纳闷，陆雪审美降级也太离谱了。秦州以为是戳到我悲伤的心思了，笑得更加嚣张。不过你也别太难过，陆总裁说了，只要你帮忙成功续约，就让你回公司继续做事，给我当助理。正说着，陆雪一身深 V 礼裙，踩着高跟鞋，摇曳着走来。秦州赶紧迎上去，搂着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：陆总裁，你说齐浩回来是不是派给我当助理，让我使唤？陆雪纵容地点了点头，抬眼看向我时，目光变得倨傲冷漠。方董人呢？我不是说让你把他约过来吗？见他这副高高在上的态度，我正想狠狠怼回去，这时身后忽然传来兄弟楚萧的声音。楚萧身旁跟着几个老板，边走边朝我挥手：老齐，你看这是谁？方董刚才跟我说，他早就跟你合作过呢。方董正是拒绝跟陆雪公司续约的上云集团女董事长，没想到竟然是兄弟请来吃饭的客户。我连忙走过去打招呼，只见方董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小齐啊！我一听楚董说你是合伙人，当即就拍板合作了。我说过，以后上云集团的合作只认准你。听说你在上家公司受委屈才离职的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跟他们续约的。我有些受宠若惊，没想到方董拒绝续约，还真是我的缘故。正要跟方董寒暄，陆雪快步走了过来，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跟方董打招呼：方董你好，我是陆雪，关于与贵公司续约的事情，希望您慎重考虑，不要听信某些人的挑拨离间。方董脸色顿时有些难看：陆总裁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难听了，我们公司可以让利5个点。陆雪直接打断，那自负的气势扑面而来。他自以为这个条件方董不会拒绝，可他还是高估自己了。方董嗤笑了一声，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。陆总裁给出的条件无异于割肉相赠，可不好意思，我们上云还是不会续约。为什么？陆雪蹙眉，沉声追问：陆总裁，你们公司能把齐先生这样的人才挤兑走，想必公司内部也是一团糟。当初要不是被齐先生的诚意打动，我根本不会跟你们合作。如今齐先生离开你们公司，更加证明你陆雪的能力堪忧。方董这一番话
让向来自负骄傲的陆雪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一旁的秦州连忙道：“方董，都是误会，我们陆总裁没有挤兑他，是他自己。”方董直接打断：“我不管什么误会，只知道齐先生是个优秀的人才。当时为了帮你们公司拿下上云的合作，他每天都来找我求情。陆总裁，你可知公司有这样的员工是多大的福分吗？他几乎是为你卖命。也正因为他的坚持不懈，在我女儿犯病时，他及时叫了救护车，才让我方强今天还有女儿。齐先生是我的恩人，陆总裁想要续约，除非是齐先生亲自开口。”陆雪握紧拳头，眼神冷冽如霜，将目光投向了我。他没有说话，但意思很明显，他是在催促我开口跟方董谈续约的事。我直接装作没看见。陆雪脸色更沉了：“齐经理，我给你涨薪50%，回来后你也不需要做秦州的助理，继续做你经理的位置。”这副高高在上的态度，不像是挖人，反倒像是施恩。我笑了笑：“陆总裁说笑了，我现在已经跟楚萧合伙创业，不会去你公司任职。”创业？陆雪脸色微惊，目光死死盯着我的脸，似乎想看穿我。楚萧挑了挑眉，走上前拍着我的肩膀，笑道：“是啊，陆总裁，现在老齐是我们公司的齐董，是老板，你凭什么以为他还会去你那小破公司卖命呢？你以为还是当初啊？”陆雪终于意识到我真的重新开始生活了，正要说话，可楚萧根本不给他机会，直接拉着我往酒店走。“各位老板，快请进吧，我们到里面谈，别跟这种渣老板浪费时间。”就在我们转身上台阶的时候，陆雪的声音再次从我身后响起：“7号。”我的脚步顿了顿，却没有转身，径直跟着人群进了酒店，甚至都不用回头。我都能想象到陆雪恼怒的表情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很少这样忤逆他的命令。秦州着急道：“怎么办？陆总裁，7号他就是故意的。明明是他说句话的事，他肯定是想要挟你复合了。陆总裁，你千万不能让他得逞。就算咱们没了上云的合作，还有别的机会啊。明天我就去谈合作，7号能做的，我也一样能做。”陆雪脸色沉得都要滴下水来，指甲都攥进肉里。“你若能谈成比上云更有价值的订单，给你副总裁的职位。”秦州顿时喜出望外，连连点头，一把搂住陆雪的腰：“好了，陆总裁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，今晚我还去伺候你，好不好？你还是好好想想订单的事吧。”陆雪冷冷地甩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了。对于酒店外面发生的事，我都一无所知。我跟楚萧在饭桌上跟好几位老板谈成了长期合作，公司初步发展方向也定下来了。结束饭局后，我回到公寓，洗了个澡，拿起手机的时候，才看到有10几个陆雪的未接来电。这一幕我都有好多年没有看见过了。上次还是我们公司刚创立，我去谈合作时，陆雪担心我出轨才电话轰炸的。后来我谈客户回家越来越晚，她却习以为常了。不过这次我并没有打算打回去，只是躺着玩手机。可很快电话又来了，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挂断，并顺便拉了个黑名单。然而下一秒，家门就被敲响了，沉闷的节奏好像是陆雪。7号，开门。听到女人熟悉的声音，我只好起身开门。门一打开，陆雪就冷着脸质问我：“7号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帮忙？”我的脸色也沉了下来。陆雪，我说的话你是没听懂吗？你们公司的事不要找我，你故意演这一出，
不就想表现得你很抢手吗？你真以为我看不穿你的心思？适可而止吧。7号，陆雪眼底满是烦躁和警告。这次回来，你做副总裁，秦州继续做助理，你搬回来住，我不会动摇你总裁老公的身份。这个诚意够了吧？我难以置信地盯着陆雪，没想到她竟然无情到这种地步。总裁老公的身份，我们的爱情对他而言就是交换利益的筹码，还不够。好，这个是你梦寐以求送给我的钻戒，明天咱们就去领证。现在的诚意够了吗？陆雪一把掏出上次被他丢掉的钻戒，重重拍在我面前的桌子上。他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厌恶，仿佛这一切都是我逼他做的。原来他知道庆功会那天我在等待着什么，原来他明白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跟他结婚。他不是忘了，他明明记得很清楚，可他还是故意装作不知道，甚至故意在我面前跟秦州接吻。我失望地看着陆雪，这个我爱了10年的女人，打心眼里觉得恶心，甚至有种作呕的冲动。滚！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！滚！我厉声咆哮。陆雪被我的反应震惊了几秒，头一回露出不解的表情，但她很快又恢复冷漠。7号，我只给你1天的考虑时间。说完，就高傲地转身出了门。我迅速冲过去，把门关上，下一秒就控制不住地冲到卫生间呕吐。我的眼泪到底是决了堤。等我恢复好情绪，手机再次响了起来。我想也没想就要挂断，可忽然想到已经把陆雪拉黑了，这次是我妈打来的。小浩，最近妈也没敢问，陆雪答应你的求婚了吗？我妈也知道陆雪公司上市那天她就会答应嫁给我，所以也没催我。我强忍着哽咽的声音，我跟她分手了。后来的时间是我妈单方面对陆雪的咒骂，骂她跟我谈了10年恋爱，却不跟我结婚，是个渣女，玩弄我的感情。可能是我妈骂得太痛快了，我心里反而也没那么难受了。电话的最后，我妈命令我明天务必回家一趟，我还没问为什么，她老人家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没办法，第2天我乖乖回了家，只是一进门就看到我妈跟邻居阿姨在客厅聊天，旁边还坐着个娇俏可爱的女生。女生肤白貌美，身材凹凸有致，穿着浅黄色短裙，浑身都洋溢着少女感。小浩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人家默默都等你好久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女生就主动朝我走过来，笑盈盈地道：7号哥，走吧，我们下去吃饭。我不明所以，被她带到了附近的饭馆里。不知怎么的，这眼前的小女生看着有点眼熟，却想不起来在哪见过。这时手机里又接到我妈的微信，这是妈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秦墨，才23岁，你好好表现，争取早点给妈娶回家一个儿媳妇。我顿时有些尴尬，原来这是来相亲的啊。等女生点完了菜，我才主动开口：默默是吧？我比你大6岁，可能你家还不清楚情况，咱们不合适，等会吃完饭我送你回去。浩哥哥，你真的把我忘了吗？秦墨弱弱地说了句，声音还有些委屈。我没反应过来，咱们以前见过。秦墨这才委屈巴巴地说出来，原来她就是以前住我家楼下的小妹妹。当高中报考志愿，还是我妈把我叫回来帮忙参考的。当时陆雪也提了意见，记得以前她长得只到我的肩膀，没想到现在直接长成大人了。我突然有些放松下来，好笑道：时间过得真快。默默，你要是不说，我还真不敢认。现在还在读大学吧？功课怎么样了？秦墨表情有些无语，凑近我，气呼呼地说：7号，
你别把我当小孩，我是你的相亲对象，说不定以后还是你老婆。嘿嘿，我喝水喝到半截，差点呛到。秦墨连忙拿纸巾过来帮我擦。这时，身后那桌忽然响起砸东西的声音，还有一声男人的咆哮：“你他妈知道老子是谁吗？”陆雪，陆总裁，好像是秦州的声音。我跟秦墨转过头看了一眼，果然是秦州。秦州满脸愤怒，脸上还有巴掌印，马上打电话告状：“陆总裁，你快来！我被女客户打了，她说想要订单就要让我陪她睡，我不肯，她就打我。”就在盛德酒楼1楼，10分钟不到，陆雪穿着女士职业装，步履匆匆地走过来。老女人见状，晦气地骂了句：“走了。”秦州冲过去跟陆雪告状：“陆总裁，幸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他还想诬陷我。”我静静地看着他们紧贴着的背影，忽然想起自己以前的待遇。谈客户难免会遇到难缠的，灌酒动手都是基本操作。有次甚至有个女客户给我酒杯里放了东西，我吓得拼命呕吐，打电话向陆雪求救：“快来接我，我好像被下黑手了。”结果陆雪却冷淡地说：“作为一个男人，这点事情都解决不好，你还谈什么业务？我现在忙，没空去接你。”那次幸好是有人路过救了我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可如今秦州一个电话，陆雪就这么快地赶过来，这种差距着实让我心里不甘。等我回过神时，才发现对面的秦墨一脸心疼地盯着我看。我连忙收敛了神色，笑了笑：“吃饭吧。”这时陆雪和秦州刚好从桌旁路过，目光注意到我时，停下了脚步，随即看向了秦墨。不等他开口，秦州就一脸夸张的惊呼：“齐浩，好巧，你该不会是在相亲吧？这位小姐，你家里人也真是的，怎么给你介绍岁数这么大的老男人啊？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而这个废物，他都不知道为了订单跟多少老女人那个过了。”住嘴！陆雪和秦墨竟然同时发出呵斥。话音落下时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目光里都有种愤怒对抗的意味。秦州顿时噤声，秦墨一把握住我的手，就要带我离开。没想到陆雪竟然直接上前拦住了：“去哪？大姐，你男人聒噪了，我带我男朋友回家，跟你有关系吗？”没想到秦墨这丫头这么霸道，直接抱住了我的手臂，我一时也没推开。陆雪看我的眼神满是愤怒，她冷声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还年轻，别被齐浩花点钱给骗了。做女人还是应该自食其力。骗，我是真心喜欢齐浩哥的，我这辈子就认定他了。”秦墨娇蛮地看着陆雪，对我满是势在必得。陆雪气得脸蛋发红，冷声道：“小姑娘，你爸妈知道你喜欢这种一无是处的废物老男人吗？”话音刚落，秦墨一巴掌就打了上去。这小丫头的力道可不小，直接把陆雪打得差点摔了。谁也没想到她会突然动手。陆雪捂着脸，气得脸色难看，刚要说话，秦墨就走过去揪着她的衣领。陆雪，最没有资格说齐浩年纪大的就是你。陆雪脸色微惊，忽然想到什么，秦墨冷笑道：“还没认出来吗？我是齐浩哥楼下的秦墨，他爱了你10年，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都不珍惜，你有什么资格骂他？你这个贱人！”啪的一巴掌，陆雪的嘴角出了血。秦州惊得连忙冲过去阻止，把陆雪护在身后。秦墨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，开怀大笑：“陆雪，你不珍惜齐浩哥正好，我要嫁给他，我还要给他生孩子。”我赶紧让他闭嘴，可陆雪却猛地走过来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：“
你早就跟他勾搭上了是不是？所以才敢辞职，跟我分手。齐浩，真有你的，你竟然出轨！我已经懒得跟他解释什么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说完，直接拽着秦墨走出饭店，走到外面。秦墨认真地拉着我的手，道：齐浩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上去就敲了他的脑袋一下。叫什么齐浩？叫哥。刚才谢谢你帮我出气，但是谈恋爱什么的还是算了。为什么？咱俩不合适。我本以为这场乌龙就这么结束了，可没想到从今天起，秦墨真的缠上我了。每天晚上打电话分享趣事，还经常约我看电影，跑来我家打扫卫生。或许是他的出现填满了我的生活，我慢慢把陆雪忘到脑后了。1周后，陆雪再次找上了门，这次她化了妆，可看上去还是有些疲惫。谈谈吧，齐浩。我想了想，还是答应让他到楼下咖啡店坐坐。我们面对面坐下，陆雪默了很久，才沉声道：你跟那个女孩不合适。上次回去，我也反思过，10年爱情的确不容易。我们结婚吧，你如果不想管公司的事，就算了。听到他的话，我有些意外，陆雪怎么会突然说出这些话？陆雪见我不吭声，继续道：或许以前我的确有些腻了，秦州给了我新鲜感，让我忘记了过去的感情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别置气了，搬回去。陆雪，我淡淡的打断了他，我们回不去了。陆雪忽然有些急了，我不信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我不信你会这么快的忘记，我也不信。我的话让他稍稍放松了下，可转而又说，可是事实相反，离开你这几个月，我才发现没有你，生活反而更充足了。跟你在一起那10年，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陆雪的拳头握得很紧，沉默了很久。你还在怪我？庆功宴那晚没答应你的求婚，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又何必这么斤斤计较？我轻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，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没用了。我起身离开。陆雪见状，又过来把我拦住，声音第一次有些颤抖。你难道真的喜欢上那个小丫头了？说话，齐浩。我顿住脚步，转过身看他，笑了笑。那丫头挺有意思的。陆雪难以置信地后退一步，好像不敢相信，又好像很痛苦。我没再理会她，径直离开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收到了陆雪写的小作文。她说她把秦州开了，因为她恃宠而骄，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，很多同事都怨声载道，怀念我在的日子。她也怀念我在公司时，她可以心无旁骛的工作。她回忆了过去我们从相识到分开的整个过程，有甜蜜，有心酸，有泪水。她说那些好像是上辈子的事，最近总在她脑子里浮现。她求我给她一次机会。我在手机上编辑了好久的消息，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去。爱情有了隔阂，就永远回不到过去了。第2天，秦墨不知怎么打听到我跟陆雪见面的事，醋得不行。他硬是用撒娇装委屈这一套，把我们对话的内容套了出来。得知我没答应陆雪，高兴坏了。不知怎地，看着秦墨这有点幼稚的举动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陆雪又来找过我几次，每次都能遇见我跟秦墨在一起。渐渐的，他也不再过来了。我专心搞事业，同时跟秦墨谈恋爱，公司越来越有起色。可陆雪的公司却似乎面临了危机。自从秦州走后，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，勾搭上了里面的女上司，把陆雪公司的骨干全都挖走了。陆雪忙于扩展业务，一时间也没留意，等全都离职时，已经晚了。有次跟秦墨逛街，意外偶遇陆雪的秘书，对方还八卦地告诉我，浩哥，
你可不知道，自从你走了，公司就垮了。总裁他脾气越来越大，逮谁训谁，经常拿新来的主管跟你对比。可他哪知道，你这样的优秀员工，这世界上也没第二个了，谁还能给他公司卖命啊？经历这次，总裁才知道当初你谈下那些业务有多艰难。可惜啊，晚了。秘书幸灾乐祸地说着，还向我打听我公司要不要人了。我笑着说暂时不需要，等缺人会联系他。他这才喜滋滋地走了。全公司跟女总裁最配的就是人事部年轻帅气的小助理秦州。我再次见面是在秦墨秘密给我准备的求婚典礼上。秦墨这丫头特别用心，也很主动，知道我还是介意年龄差的问题，于是偷偷让兄弟瞒着我，带我到了郊区一处私人庄园，精心布置了会场。等我到的时候，我爸妈、朋友、同事、同学全都被请了过来。齐浩，你娶我好不好？看着半跪在地上穿着婚纱的女孩，她看向我的眼神那么真挚，充满了炽热的爱。这一幕我曾经在梦里渴求了整整10年，终于实现了。没想到帮我实现的是另一个女孩，并且是对方主动向我求婚。我点了点头，忽然被这丫头冲进我怀里，吻住了我的唇。我自然不示弱，霸道地回吻了过去。结束后，她激动地大喊：太好了，齐浩哥娶我了，齐浩是我老公了。等我回头的那一刻，不经意注意到了人群最外围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陆雪。我看到的时候，她已经匆匆转身离开，脚步有些慌乱。我没多想，注意力很快被秦墨拽了过去。岁月很长，好在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幸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